我觉得新奇这个词已经不太能形容这一把键盘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今天来聊一下这一款密斯特的分体 Alice 键盘。首先，不管它做的怎么样，起码作为一个 UP 主，那些100-200的普通键盘我已经见过太多了。这种乐于整新活的键盘，我一般是抱以最高的敬意的。在外观上，作为售价高达4位数的键盘，虽然说远看是一坨黑色的塑料，但支付水平确实是比低价位的要好一大截。看了一圈，完全没有发现横膜线和引领纹这些瑕疵，偏哑光的赛纹一样，键盘整体非常有高级感能把纯黑色的塑料做成这个质感，我认为是非常不油腻的了。聊回键盘配列 ，Alice 本身就是一个更加符合人体工学的配列，可以让手和手臂保持一个更为平直的角度，减少手腕的负担。这样一个配列再结合分体设计就不单只是解放手腕了，甚至连肩膀都给解放了。常规的键盘输入因为键盘长度的限制肩膀还是需要一定向内用力的，长时间打字之后多少会有一点紧绷感。在分体式键盘上，可以很大程度的把肩扩张，打字的时候整一个手臂的肌肉就会更加放松并且这个位置还可以随意调节。但问题就是无论是 Alice 还是分体键盘，这两种配列都需要时间去适应的，特别是对于一些指法不太标准的用户来说，长时间积累下来的打字习惯是非常难纠正的。像我平时打字就会习惯性的用右手去输入 G 这个按键，一下子使用这种分体式键盘，起码在输入速度上我觉得会有蛮大影响的。所以这款 Alice 分体式键盘对我来说并不能带来非常明显的打字提升，但长期使用习惯下来，结果肯定是好的。你可以获得一个标准的输入指法和更舒适的输入体验，前提是你要坚持下来。说了这么多终于来到键盘的连接方式这套键盘的连接方案我实在是不能夸它好用作为一个23年的产品，居然没有 2.4G 连接，这就直接否定了这把键盘无线游戏的可能性关键是没有 2.4G 就算了，键盘还只在左侧做了电池和蓝牙连接。如果你想两边一起使用的话，还得在中间再加一根弹簧线连接才可以两边一起用老实说，既然键盘都卖到4位数了，稍微增加一点成本，把两侧的键盘都做一个无线主控和电池，我相信并不是什么难事。非要用一根线来连接两边的键盘，我是不太能理解的，就是一个非常炸裂的操作逻辑。至于底部的 DIP 开关，可以用来切换键盘的 Win 和 Man 模式操作起来虽然不太方便，但也不会经常使用，一般人只会用一个电脑是吧？至于蓝牙延迟的话，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拿来码个字还是可以的，稳定性也还不错。然后就是这一次键盘的史诗级升级了，对比上一代，这一次加入了一个热插拔，还是轴做的。但是当我满怀期待的准备换上其他轴体的时候顺带一提这个是90的幅曲轴手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好吧，居然只支持3角轴体你说你轴座都给了，那多打2个洞应该也不是什么增加成本的难事吧？这个密室操作我是真的没看懂如果实在想用5角轴体，那也不是不行，那剪角就完事了。对轴体的手感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只是后面出2手可能会稍微掉点价。键盘带的轴体是加龙的居皇 Pro 2.0， 手感的话放到现在也还算不错，回弹稍微弱了一些，压力偏重，并且对比居红轴和居插轴的选项要再贵个100块钱所以我个人是建议购买一个最低价的轴体版本，也就是1199的居红或者居插轴再换上自己喜欢的轴体，这样性价比会高上不少。整体看起来这把键盘我很难说它是一把非常棒的键盘，但是它在一些细节方面又做得非常不错，配列方面也是它最大的优点，习惯了之后对手腕会有比较大的好处。有很多地方明明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并没有去做，比如2000毫安时的电池3角轴座没有驱动，没有 2.4G， 这些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遗憾感觉就是台厂不太了解国内市场做出来的产品了就算是补足了上面这些点我认为这个配列在这个圈子内还是过于小众了一些上手的适应成本不是一般的高，要经历蛮长一段时间的受难期，更适合一些追求新奇或者说是手部有一些积劳成疾的人群去购买了。键盘是好键盘，就是比较挑人。好了，那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